琪儿，迷迷糊糊的看到琪儿的身影，夏曦喊了一声：娘，我吵醒你了吗？没有，娘醒了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辰时初，小叔饿了，我去给他拿饭。你小叔今天怎么样？我好了，可以吃肉了。夏曦气而无语。早饭依旧是清淡的2菜1汤，虎子很是不高兴，当着夏曦的面一个字儿也不敢说，乖乖的喝了2碗粥。等晚上嫂子给你做好吃的。嫂子，我想吃肉，很多很多的肉。行，你乖乖的待在屋内别乱跑，跟着琪儿一块练字儿，嫂子晚上便给你做肉吃。虎子赶忙应：我一定乖乖的。夏曦拿着图纸出了门，去找秦良3人。夏娘子，您这是？我昨夜无事画了一张图纸，拿过来给您几位看看。可否让我看一下？上次夏曦设置的装修图纸就让他眼前一亮，这次秦良很是期待。夏曦把图纸递给他，秦良立刻打开，入眼的是一座3层的小楼，很是别致。秦良拿着图纸的手微微的颤抖。夏娘子，这……我瞎画的，也不知道切不切合实际，拿过来给您几位商量一下。您快里边请。夏曦大大方方地走进去，在会客厅落座。秦良3人坐于他的对面。风车过来时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。夏曦站在3个大男人中间，脸带笑意地和他们说着什么。风车脸色沉了下去，缓步地走进屋内。几人沉浸在讨论中，没有发现他。跟在后面的管家有些着急，赶紧地咳嗽了一声。